怎么了？现在才4月份，吃东西好一点了吗？要送你去医院。今天有点甜，你吃一下。他还要迷你叫，你到丰邦镇上去买2瓶可乐过来，要那个糖的。那孩子，看你这样子，10分钟里面不好，你要告诉我的，要去医院的啊。有可能是热射病什么的都有可能的。有什么事情就是找路上，反正每个路口都有民警辅警的。独臂大叔行走30多公里，身无分文，饿晕在路边。路人送他吃的，不但有好心人把钱塞给他，大叔感动得落泪了。一名男子已经面试过很多厂子了，他还是找不到工作，最后竟然饿晕在马路边。一位19岁外卖小哥在东莞街头晕倒，崩溃痛哭。是不是好久没吃饭了？是不是心理压力大呀？不来，没事，要人来了，我是没事的话，他不会拉你走，也不用你催分钱，不用担心这个。实在不行，哥哥帮你付了啊。感觉有点神志不清，情绪还比较激动。然后我想着是不是压力大？一个人困难的时候特别的无助，哎呀，能帮的话，我是肯定会去帮的。兄弟们，失业的人太多了，跟我一样。中国经济衰退，许多到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有的人被迫流落街头。网上传出大量视频显示，不时传出有人饿死或饿晕的消息。近日，网上流出据称是中共内部统计数据指，中国大陆无家可归者数量在短短几年内暴增至了2410万人，其中呢多半是年轻人。一段网传视频显示，7月21号在福建漳州，当时刮着台风，一位身材瘦弱的男子在一家商店门前孤零零地坐了好几个小时。女店主察觉异常后，主动上前询问，才了解到他是从广州到当地来找工作的，已经有连续4天都没找到了，他已经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。女店主见状十分同情，送给他100元现金以及一把雨伞，男子这才背起行李离开了。台风天，然后又下暴雨，他就坐在我店门口，给了他100块钱，然后还去我车上拿了一把伞给他。他跟我说，他从广东这边过来找工作的，找了4天都没有找到，身上的钱都花光了，然后他也没有向我要，是我自己要给他的。等把钱给他了之后，查了一下监控，原来他坐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太无助了。我看他那无助的眼神，坐在我店门口，我真的是太心疼了。7月的一天，一位女骑手中暑，虚弱地坐在地上，旁边是她年幼的女儿。一名男子路过，想帮忙拨打急救电话，却被他阻止了。去看看吧，我给你打120吧，行吧？请你不要打，我歇一会儿就。这名女骑手一只胳膊缠着绷带，另一只手颤抖着。这名男子递给她半瓶水，她也无力举起。你帮我回了吗？你帮我喂我女儿一点。好点了吗？他喝了点水，挣扎着起身，说订单要超时了。男子接过他手中电话，向顾客解释，说女骑手中暑了。顾客连说不用送了，也不用赔偿。你这别不行，你再歇一会儿，你跟他解释一下呗，跟他解释一下，没事儿。来帮他说。他躺地上了，都中暑了。就打个标一下，不要人痛啊。我不给钱，不要，这个没事，没事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通过交谈，这名男子得知，女骑手的老公也是送外卖的。男子问她要不要给她老公打个电话，把她情况告诉她老公。
女骑手连忙阻止说：“老公也要赚钱，他要过来也会扣他的工资的。”在留言区有网友说：“生活真不易，大伏天带孩子送外卖，为生活所迫流泪。”网友墨色流年留言说：“这视频看哭了我以为我生活很苦，独自撑起一个家，但事实生活中比我过得更辛苦的人也很多，流泪。”近日，一名男子晕倒在路边，一名广州的士司机没有犹豫，伸出了援手。原来这名男子叫做小李，是来广州找工作的，他不小心弄丢了仅有的800块钱，已经有几天没吃饭了。的士司机自掏腰包买了食物和水送给小李，并免费载他前往求职地点。快死！不要你吃我干嘛呀？哦，我是汶川的，在2008年那年突然间的时候，妈呀，那车走了。地震的那个挺这当然不死必有后果。我给100块钱给你了，你不要？你这两天买点饭吃了，你等点吃饭，剩100块钱，这够给你。2023年10月4号上午，一名男子在三亚的天涯农贸市场走着走着，突然间就晕倒了。摊位上摊主们见状紧急求助。原来这名男子是来三亚打工的，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，已经饿了2天了，都没吃东西。一直按着人中，然后5分钟过后他就自己醒了的。我就第一时间就跑过去买了薏米粥、饼还有豆浆拿过来给他。手都这样的，然后我就拖着那个碗给他吃了半碗，他才整个人才心情过来。江苏昆山市曾是制造业蓬勃发展的重镇，然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衰退，许多企业关闭或裁员，导致就业机会锐减。大批年轻人为了谋生前去昆山打工，却找不到工作，无法向家乡亲人交代，被迫露宿街头。昆山市中华园逐渐成了这些大业青年的聚集地，网上接连传出饿死人的视频。2024年8月13号晚间，昆山中华园内一个年轻小伙子因为长期饥饿惨死街头。视频当中，一名年轻男子裸露上身，双臂抱着膝盖，蜷缩在墙角下。该男子一动不动，身上只剩下皮包骨头，但双脚已经发黑并且浮肿。他的身边不见行李，只有一个白色塑料袋。年轻人身边站着一名拿着本子的医护，另一名蹲在地上的医护关闭救护箱，转身离开。不远处摆放着一个蓝布覆盖的担架。视频当中，一名旁观男子说：“伤口好不了了。”有网友认为，从视频中无法断定这名青年已经死亡，但是也有网友认为他已经死亡。海外 X 平台上，许多网友留言：“在粮食泛滥的现代社会，居然还有饿死的，怎么可能呢？”认为中共是造成这种悲剧的罪魁祸首。近年以来，大陆工厂企业纷纷倒闭或裁员，越来越多失业的年轻人在城市街头流浪。怎么突然被裁了呢？这次裁员真的很突然，因为我们部门上个月刚招了2个新人，领导下午不是叫我去会议室了吗？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上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业务发展的不太好，要缩减支出，然后我就在这次的裁员名单里，现在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昨天刚搬到公司附近，被通知被裁员。博主宁宁表示，她是16年毕业的，工作有10年了，没想到30岁这年头被裁员了。老公知道这消息以后，一直在安慰她，说你也别多想了，就当在家休息吧。为了离公司近，方便上下班，宁宁与老公搬到现在的这个地方，每个月房租比之前贵了2000块。她和老公都在网际网络公司上班。半年前，老公刚经历一次裁员，几个月后他又被裁了。30岁失业让他感觉不到任何的希望。他感叹道：“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，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。”上海博主老严表示，他失业已经1年多了，没有收入，连物业费都要交不起了。24年创业失败以后，我做了各种尝试，都没有赚到钱。
现在身体也出现问题了。所以我本来就一直在想，我38岁怎么身体就这么差了？我又不抽烟，又不喝酒，就睡觉稍微晚一点，为什么一身老年病？那我前2天发了第1条视频出来之后，收到了上百条私信和留言，就很多人都和我年纪差不多，甚至比我小，也有很多人就是已经高血压，还有各种毛病。昨天呢，我去医院复查，发现现在真的啊，医院年轻人不比老年人少，年轻人好像身体真的还不如老年人。博主老严表示，他父亲以前是做生意的，白手起家做外贸生意，赚了不少钱。但他爸小时候家里是没条件读书的，所以只读到初中。他觉得儿子出国读书拿到硕士学位，肯定混得不会比自己差。结果儿子在创业失败以后，根本就找不到工作。老严说，他投简历，开始想找一份1个月4万的工作，但是找不到，他就一点点的降低要求，结果降到1万5，还是找不到。因为现在留学生简直太多了，在上海全是高学历的年轻人。他说，他家2个小孩以前都是读私立学校的，进各种补习班，每个月的花销很大，以前他能负担得起，现在只能把孩子转到公立学校，以减少开支。从2月份，然后被开除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的时间了。然后这个时间段里面，我有尝试过努力的去找工作，然后我有自己就是小小的创业的一小把，然后到了现在我又开始找工作了。这样一段时间找工作发现了，工资比短短的1个月之前更低了，不但更低了啊，而且就是非常不好找。博主表示，他是做销售的，竞争人多，就越难找到工作。他刚去了一家公司，他们对他印象还不错，他也觉得这家公司还不错，他就答应下来了。结果人家说了，来应聘的人很多，他们要再看一看。他最近在给一个小老板打工，每天只能干一小会儿，挣得不多。老板说，从去年到现在，他亏了很多钱，也没做起来。博主看到当老板的都这么难，他觉得自己没必要太焦虑。现在这个就业环境真的让人感到很难受。这位博主认为，比起失业，让人更难受的是，就是找不到生活的方向，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浑浑噩噩的，后来才慢慢找到方向。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我的经验。首先，别想得多，做得少，执行力真的很重要。有个72小时定律，心里有想法，如果超过3天没有行动，大概率就永远不会去做了。比如你想学一个感兴趣的技能，有了念头就赶紧行动，不要拖着。第二，没有明确方向的时候，千万别跟风随便去创业，不要听身边的人说哪个行业挣钱，就着急的往里面冲。博主认为，要先搞清楚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，缺什么样的条件，心里有了底再去行动，不要浪费力气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很多人想做自媒体，却一直不敢开始，总是给自己预设一大堆的困难。其实还不如先试一试，拍几条视频发出去，看看反馈怎么样，不要害怕失败。他认为，一开始迷茫很正常，但只要我们敢于行动，不怕出错，慢慢就会有了方向。博主润宇表示，到下个月他就已经失业1周年了。在失业之前，他在一家国内的上市公司做中层管理，离职原因并不是公司裁员，而是他自己裸辞。是我自己裸辞也不是因为冲动，是作为中年人的无奈。因为这份工作呢在外地，我自己呢有2个孩子，当时也都比较小，小的当时也只有1岁左右。之前一直是老人在帮忙带孩子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人的身体状态不如以前，所以慢慢的家庭的重担呢，更多的是在我爱人的身上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包括这个距离的原因，导致这种压力跟负面情绪不断的累积，最后在很多次的争吵之后呢，那只能选择裸辞。博主润宇说，在他失业之后，他感到来自家人的压力，他就努力地调整自己。他介绍了几个有效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情绪。第一个就是运动，他比较喜欢游泳和打羽毛球，尤其是打羽毛球，能够很好的改善心理状态。那第二个就是看自己喜欢的书，他比较喜欢看历史和人物的传记。最近几个月，他看了雍正传记等书，他觉得很有意思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
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